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2号的上午9点钟呢，我们在台北市著名的体育地标红馆，要一连进行6天36场非常精彩的赛事啊！这也是登峰造极连续第3年，那每年都邀请到 HBL 优秀的队伍来参赛，那等于对球员来讲啊，新学年的前哨战有很多从这个国中毕业来到高中球队的年轻球员呢，将会第一次加入球队，那跟球队的学长还有跟球队来做磨合啊，所以每一年的登峰造极啊，都吸引非常多的球迷来关注。但观众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红馆来帮这些年轻的球员们加油打气。那我是今天的主播李敏静，很高兴为你邀请到专业球评陈怡如一起加入。怡如连续3年来了，对，主播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我们又见面了。是对，每一年的暑假就大家已经习惯了啊，就要收看这个登峰造极的青年排球邀请赛，但连续2年哦，尤其是男子组的部分，应该说男女子都一样啊，只要能够在登峰造极拿下冠军，接下来新学年的 HBL 机会就非常的浓厚。所以有一点像是在登峰造极是一个试金石，或者是一个前哨战。对，就是每一年在暑假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新秀的加入啊，还有去年的一些像冠军球队他们怎么样去延续啊，他们想要再创造的一些荣耀。那这个比赛就是大家非常关注，每到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登峰造极能够在今年的比赛能够再创造出什么样的火花。确实啊，因为每一年的登峰造极其实都是免费入场。那我们知道现在夏天很热。那8月2号到7号连续6天，其实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到红馆，享受非常精彩的球赛，那吹吹冷气，那帮这些年轻的球员们加油。那这一次其实登峰造极的主办单位还是很用心，那有很多的赞助商，包括我们中华职棒、台钢、乐天也都加入赞助的行列啊。所以我想很多的运动比赛是相辅相成啊，就是大家互相的帮忙。那另外有观众的支持，能够让球员们在场上打得更卖力啊。但今天的第1场比赛呢，画面上看到的是丰原高商要来面对苑里高中。那丰商呢，在去年的 HBL 重返荣耀了，那他们在最后的冠军战呢是击败了寻求卫冕的华侨。那丰商在这个以 HBL 的冠军赛冠军队之姿呢，今年再度来到了登峰造极啊，希望他们有很好的成绩。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苑里高中的部分。那苑里高中呢，在去年的 HBL 也是杀进到最后的8强。那他们长时间其实成绩都相当的出色，包括苑里国中，其实在 JHBL 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尤其在上个学年他们也拿下了前3名。所以我想不管是苑里国中或苑里高中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那看看新的赛季、新的学年能够带给王者丰商什么样的冲击？也许我们从今天的第1场比赛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了。好，我们看到球员进行最后的赛前热身。好，但新学年那有学弟加入，因为怡如现在也从这个企排正式退休了，那开始带球队。那你觉得你过去当球员，到现在你担任教练带学生，那学生球员跟你们过去企业排球联赛的这种教学的方法，或者是训练球队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以现在来讲啊，我们都可以看到，随着登峰造极这个邀请赛已经到了第3年，那每一年都可以看到，每一支球队的教练其实都越来越等于是新秀啊。对，新秀等于每一队的教练都越来越年轻了。那我想，因为现在的球员等于是我们现在的资讯啊，其实是非常容易能够自己去取得很多的资讯。那选手其实他们在对于他们想要模仿或者是学习的排球的技术，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idol 偶像，都能够在网络上啊，很容易就可以搜寻到这一些资讯或者学习的影片。那其实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会充分的去利用现在这个网络资源的部分。那因为对于选手来讲的话，这是他们习惯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等于教学的方式创新了。过去可能就是教练怎么讲，球员怎么学。那现在因为球员取得资讯更多元了，他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没错，那现在就是看每个选手他们适合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能够随着每个选手他们的不同的材质，能让去制造出更适合他们的一个打法。是等于要客制化。对，没错。
好，我们看到裁判老师啊，做最后的场地整理。那登峰造极的第1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啊，就是由风商对上苑里，那也是大家期待连续第3年。那从8月2号今天开始，一连6天到8月7号，请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能够来到台北的体育地标红馆，来帮年轻球员们加油打气。裁判国际裁判陈佩云小姐来自台北市。第2裁判国家 A 级裁判叶修瑜小姐来自台北市。直接上，先发直接上，没有介绍球员，直接上。好，我们看到2队在开赛一开始精神抖擞啊，都希望能够在比赛气势先拿出来。那但对于苑里来讲，其实，在登峰造极的他们是第1次来到我们登峰造极的舞台。那当然，他们因为去年在 HBL 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所以在这一次呢，也成为受邀的参赛队伍之一首度来到登峰造极希望在第1站对于风商能够有精彩的演出。刚刚稍早在赛前也跟这个苑里高中的教练稍微聊个天他们这样才知道苑里高中跟丰原高商这2队才刚从这个大陆异地训练回来，就接着这个邀请赛。好，来看风商的第1波，守住，好打点，还有开网进攻。一个掩护，打了touch out。18号是洪佩伦，再发球。在一开始的防守做得相当不错，连续2球都打 touch out。被举之后交给柯秉哲，柯秉哲是高3的学长。好，快攻拨一个，4号位。干到！哇，这一次单扣，篮网的位置抓得非常精准。是。我来看这一次的篮网，而且这个手型做得很好。快攻拨球没有，好，15号是翁玉胜，身高有190公分。在接发球的时候有一点状况，其实稍微压迫到了举球员所以这个像这种压迫的球就相当考验到举球员跟快攻手之间的默契。所以看到风商先丢2分之后连拿3分。哎，可惜这一次的跳发直接挂网。OK， 接球，再来。李正，
心，你看直线就好了。2次。再给，没事，再接，拿起来了，好吧？好，弹网还有过。靠网球。这一球打得很聪明哦，我们再看一遍。找到了空隙。快一点 ，OK。你还是要接，扣一点 ，OK。发球的是黄永豪，哦，今年2年级，身高181公分。啊，但是这个发球还是形成了失误。目前4比5。庄子婷，看他有没有切。身高187公分。做到4号位的开网进攻。再看一下宇翔，球稍微虽然是开网了一点哦，不过选择一个长线的出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哇！虽然想要拉高，是一个单抓，对。哇，不过这一球还是被挡了下来。我们再看一次。哇，宇翔等于是连拿2分啊，在进攻、防守上面都做出了贡献。那现在乐理7比4领先风商。再打，对。再把打点拉得更高哦。马上及时的做调整。对，国成，哦，189公分的身高。哎呀，今天在第一场比赛，两边的发球都有一点小状况。好，轮到柯秉哲的发球，身高175公分。好球，这是一个时间差的搭配。对。刘伟轩早一点，开网会有快攻哦。刘伟轩，利用队友的掩护。6比8。还是一个开网啊，但是角度打得比较大，最后出了界外，风商再添1分，7比8。发球再给他。好，快攻一个。好，是触手出界。对，有 touch。宇翔，哎，这次的摸击配合出了点状况，乐理还有机会哇！但是这一次的开网还是被风商给拦下来，双人拦网。刚刚进攻的是永豪。好，快攻守住，再一个后排，还有，垫高之后，同样也是选择后排，但是偏了。这颗球虽然是失误了哦，不过我觉得乐理高中的宇翔呢，能够选择勇敢出手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哦，因为那个角度的确是不太好出手，他再修正一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快攻球啊，打得干净利落。预选。一样是时间差。还有哦，不能先清住。然后突破，鱼要救球，后排队友挡了一下。我们再来一个时间差，再救。好，愿力抢 sport， 直接打。哇！球这一次的来回波啊，最后风商选择斜线进攻啊，再拿下分数。伟轩，伟轩，从去年的高一就已经是上得了场哦，那今年来到高二，哇，这一次的时间差配合哦。这个面斜打直哦，最后出手的一瞬间做一个手腕的改变。还是有永豪啊，拿了这一分。刚刚在走位的部分啊，出点瑕疵哇，不过最后呢，把力道收起来，反而打了吊球。永豪啊，长弓短吊，这两波呢都表现得相当精彩。我们再看最后这个力道收下来，场边喊出了暂停，是工商喊出了暂停。看一下球员有一点小状况，那赶快在场边调整一下。因为你18号裴伦，可以看到他脖子的右边的脖子部分是有贴肌颞下有贴，不知道是不是脖子上有稍微的不舒服。裴伦来发，这个快攻很到位。现在比赛到中段，两边也开始接发到位的时候，开始利用快攻来做第一波的攻势。还是要有好的接发球啊，战术比较多元。救了第一波，修正从后排还是边了。宇翔，宇翔2次的后排都很敢拼，但是角度还可以再调整。12比12。罗成那边你的，看他们切。伟轩，好不？好，轮到永豪的发球，13比12。好，接得不错，所以有快攻。子婷，已经是连续2次的快攻啊，都直接拿下了分数。修正一下，两边都是修正攻。对，哇！
个球我觉得苑里高中哦，因为这个球其实很明显已经形成修正攻了。那苑里高中的中间手啊，其实应该要过去做一个2个人的组合拦网。那可能中间手在判断上面呢稍微犹豫了一下。哇，这个发球直接 S 得分。子平刚刚发了 S 啊，队友很开心啊。一人拦网。好，那我们看到了，到目前为止呢，来到了15比14，还是由风商领先。快攻再给，开网吊球。哦，这个打点非常的高哦。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啊，是由风商啊率先来到了16分，目前暂时2分领先的苑里。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登峰造铁。他 PGN 是接哪里 ？PGN 旁边有一个 PGN 按下去。你要看 PGN 啊？对啊，干太那小麦拿太难。感觉 PGN 挂我。好，会再回到登峰造极的比赛现场。那目前呢，暂时由风商啊2分领先的苑里来看风商的发球。哇，又是一个过网击球！哇，这个发球有破坏力啊！17比14。哇，做时间差掩护，再救起来！球员好球！哇，自由球员救得非常的精彩，快攻！哇，这一次来不及了。哇，第一波啊，自由啊，建良救得很棒啊。可以看到苑里这边这2波呢，都是运用这个时间差的公式去交互运用哦，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战术。哇，这一次要举快攻啊，被苑里啊完全封死。不过这一颗蛮可惜的，玉胜没有注意到要来帮队友 cover。这次的搭配啊，非常的精彩。先是掩护之后呢，再由玉胜190公分的身高啊，打点很高的情况之下呢，直接8垒。好，现在是7比18，苑里把分数给咬住。余香，好，这打
打修正。两名的拦网球员啊，这个牌面做得很好，让工商利用这次的防守拿下了分数啊。场边没错，是由苑里高中喊出了暂停，目前暂时2分落后给丰原高商。好，暂停回来，风商的发球。哇，这个风商发球有破坏力啊，发在边线的位置哦。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也有威力哦。后面有个老三哦。哎，这一球打的，哎，有哦，主审认为有 touch， 所以比分形成了18比20。来到4号位，哇，成功的拦网，对，拦得死死的。风商这边可能要想办法哦，再换一个战术，因为现在苑里高中已经很明显的知道呢，他们现在的主要的攻击就是放在这个博成身上哦，所以全力的呢去来防堵他。那把袁凯给换上来，再做一次，好用吊球守住之后后排的进攻啊！今天苑里在后排的成功率还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看到宇翔想要打后排寻球的角度，其实都是比较难哦，能够去压线的一个角度，那可能是他想要去做一个尝试啊。哦，这一次有了。好，举球员的发球，培伦，哇，过往击坠，还有，好，修正攻，哇，被扣得死死的。好，来看一下刚刚，应该是维园吗？好，是维园的拦网成功啊，所以。风商靠着这一波非常坚强的防守呢，将比分追平，也让风商再喊出了暂停。苑里现在士气打起来了。风商现在呢是有3名的选手，3支的选手。现在第一个他们主要要做到就是接发球，先把它接好来，然后再来看他们这一波的战术组织呢，举球员这边要来怎么样来做配置跟选择。好，做一个时间差，被苑里守住第一波。掉一个，还有
愿力来看这一波怎么打。两边的来回波，4号位，愿力抢 ball。啊 ，no in。可惜了这颗球哦，主攻手呢，感觉是想要用力往下打。好，所以这一次啊，双方非常激烈的来回啊，很可惜啊，愿力最后这一波啊没有办法完成啊，也让分数啊由风商拿走，22比21啊，愿力再度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袁凯持续的发球。哦，在两位拦网手的中间找到了空隙。宇翔，从中间手的左手贯穿过来了。好，愿力将比分追平。玉胜，高一啊，身高190公分。哇，整个的运动能力非常的好啊，在空中的延展性还有制空能力都相当精彩。我们再看这一球，哇，冰泽。23比23。连续2波啊，都是交给了玉胜的。那现在风商24比23，率先来到局点。风商现在在这一局呢，他们这个给玉胜的设计的这种短平快的球啊，得分率相当的好。打快攻，有注意。守住，玉胜敢打，有。愿力还有机会，后排打一个。风商抢 ball， 交给玉胜。哇！结果连续这3分啊，都是小高一翁玉胜拿下来。最终在第1局由丰原高商以25比23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了苑里高中。
好，欢迎再回到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2号上午的第一场球呢，是由风商对上苑里。那刚刚呢，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呢，小高一翁玉胜连续的得分，也帮助球队在第一局25-23惊险的胜出。那当然介绍一下玉胜玉胜毕业于这个义竹国中这是嘉义县的偏乡国中，但是义竹国中呢，全校200多个人，他们是拿下去年国乙的冠军。相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才200多个学生的情形之下，能够拿下竞争程度相当高的国乙排球。那当然，玉胜因为他从小身高非常的突出所以也是队上的得分主力。哇，那个出手非常的利落。对。伟轩其实从高一开始就在风商当中有上场的机会，那现在来到高2在球队的比例会更加的吃重了。后排。好，做到4号，要掉一个打到了标志杆了。那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可以看到球虽然是靠网一点但是他还是利用这个拦网的手去制造一个他就要触手出界。那这个也是主攻手在靠网球的时候要去学习运用的一个技术。哇，没接好，直接骂包，对，苑里吃掉，3-1。维园的发球还是有点靠网，哇，用这个时间还有，好救回去，不过是封伤了 chance ball， 被举之后的斜线再来，还有，敢打，最后还是玉胜，哇，刚刚这一下要刚刚跟对手致意小高一，很有礼貌，很好。不过前一波的进攻用身体护球，这是排球运动全身上下都是可以触球的，可以把排球当足球踢都没有问题。苑里4-2，又是接发球有状况但是刚刚是触网苑里，哇，比较可惜。对，明显是触网了，原本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创造攻势。磨成哇，过往击坠的发球。今天宇翔刚刚在4号位的进攻，发球失误。宇翔这颗球是压的有点过低了不过可以看得出他发球的轨迹呢，就是很明确的是想要找上对方的主攻手。球，这次的快攻搭配。在冯章这一边，韦轩还是进攻的核心呢。
这颗球苑里高中的中间手维援蛮可惜的哈，其实他已经抓到这个攻击手的球，但最后一瞬间呢，并没有把手再更紧绷一点，所以球才会被弹走。黑伦这次跟队友的默契非常好，举到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苑里高中这边几波开网的快攻。 在搭配上面默契都非常的好，攻击手的处理呢的手法呢也是相当的熟练。哇，直接抓到，又是委员。刚刚有进攻，现在有防守哦。哇，这个起跳的时机点完全逮中。好险有注意哦，因为这个球其实是想要来做一个突袭呀。对。 哇，伟轩这一次直接打在网袋上，哇！所以苑里呢，发动一波攻势呢，现在已经是9比5，4分领先的风商啊，也让风商在第2局率先喊出了暂停。 好，暂停回来，苑里持续来发球。裴伦，好，再做给伟轩，哇，还是没办法，真的要当足球踢，不过来不及呀。哇，伟轩这几波的进攻都受到苑里的封阻啊。 伟轩这几次的出手呢，其实都有一点太过于我们技术上来讲太过于顺手，就是你好打的球对于拦网者来讲，他也很好拦他的这个变化呢太少了，所以就很容易就很容易被抓住。所以是不是他在攻击的手法上，手腕最后的一刻要去做运用，还是做一下战术上的改变哦？不要让现在苑里这边的拦网是太过于舒服的哦，去能够很好抓到他的节奏。所以一下来当然教练团赶快给伟轩一点提醒啊。不过伟轩但会是新学年风商相当倚重的攻击手啊。博成学长上来。 稍微转换一下节奏也让这个拦网的人呢，去制造他们对于不同攻击手在上面调整的差异，能够去做空档出手。再给博成，哇！苑里在第2局的拦网好像都抓到了这个风商他们进攻的这个 tempo 因为其实，在第1局的时候可以看到风商他们在斜线小角这个地方得分的效率非常的好。那可以看到第2局其实苑里高中他们在拦网上面的位置的确是有做调整，稍微往左边两个人都往左边，往中间稍微移动了一下，所以斜线的部分就可以有效的去做封阻。刚刚是永豪直接发出了 S 球，裁判老师的手势非常明确而且正确。 这一次就直接挂网，8比12。好球，完全往空档的方向做进攻，宇翔。
宇翔今年已经是高3的学长，那身高179公分但是弹跳能力相当好。维园，背举，博成。拦网起跳的时间，宇翔这边是稍微有点太早了哈，可以看到他已经是在下降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去做抓球的动作。哇，这个球正球，对，哇，开网进攻，没打好。子婷，哇，过网击坠，有破坏力。哇，打了 touch out， 所以博成上来之后呢，现在平平在进攻上面拿了分数，所以从原本一度有5分优势的乐理现在被追回剩下2分差，所以这时候也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子婷，哇，这个发球直接发给永华，但是又发生了一个接发球的失误，工商追到剩下1分差了。想要发的更这个贴网要更轻。不过这一球呢，我们通常都会说是教练的得分啊，因为往往在接发球不顺畅的时候，换一个人上去，其实也会变相的去改变到发球人他的节奏好，没有 touch， 所以是进攻出界。工商这几波呢，在4号位的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难去突破，因为乐理这边在针对他们4号位的拦网，现在是卡位是做得非常准确哦。哇，这球啊，明显打得太长了。是，而且宇翔这颗球其实这个球已经偏短了哦，它已经偏短，那他还想再出手这个5号位的小角，其实难度就会相当的高。来看博成发球，哇，又是一个过网击坠。好，愿力强势波，这个快攻啊，没有配合上啊，所以让对手很好抓这是2个人的拦网啊。哇，进去了。好，最后是判给了苑里高中所以目前是6比14啊，暂时由苑里2分领先工商。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那在第2局来到中段了，暂时由院里16比14，2分领先的风商。那第1局是由风商收下了，来看院里在第2局能不能维持这样的优势啊？顺利将局数给扳平。正在打修正。哇，单手举球，再救回来，后排敢打。 好，做掩护，哇，还是预胜。好，时间差出现，风商没配合上。 院里的机会转成直线，改变路线哦，终于在这一局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的攻击路线出现。永豪这一次直线的进攻，17比15。哎。 院里发球直接送分了，哇！玉璇这个失误。其实，在这一局我们稍早可以看到院里是有大幅度的领先哦，不过在中段就是一些这种发球失误啊、接发失误、零星的失误，又把分数慢慢的给拉近。哇！这一波还是由永豪拿下来。 现在这边就看哦，院里宇翔的发球呢，因为能不能够去抑制哦前一轮发球的失误。靠网处理，还要小心靠网球。啊。 看来一才的手势看起来是在已经过界了，越界了，越中线了。好，秉哲的犯规，那风商拿下了分数，17比18。好，秉哲这次的进攻被守住。球跟球，好球。这几波我们看到院里还是由永豪。院里的自由球员哦，培航这颗修正球也是举得非常的到位哦，让攻击手可以很舒服的出手。抓重点啊，抓重点！ 风商把聘宏给换下去。高一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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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把鞋拿进手。好，弹网还有，原理强 ball， 拦住，哇，自由球员就有精彩，还有，刚刚院里高中的这一波救球啊，尤其是培航，哇，这个自由球员在地板上摔了一下啊，这个就是自由球员他要表现出来这个精神了。对，但他是扮演非常重要的防守的任务啊，但是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触网太明显了，不过就是这个自由球员不放弃啊，把球救回来了，才有机会创造出对手的失误哦。所以在后半段，现在院里20比17， 3分领先风商啊，在喊暂停。哇，再来看就这一球，哇，屁股摔了一下。不过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很快的还原了。是。哦，摔在有肉的地方。对，希望不要受伤。风商这边的主攻手啊，一定要先专心的接发球哦，有接才有攻。
好，比如说有接才有攻。好，接的不错，攻是不是来了？就是。而且其实也苑里高中这边的发球的企图就很明显，他就是要往这个风商的主攻手，我就是要往你身上发，让你造成你的压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攻手他自己必须要有的一个意识，我一定会成为被发球的目标。因为他毕竟是球队的核心啊，在进攻上面，所以我想担任主攻手应该从小到大都是要对他有这样，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我一定是大家被发球的目标。是啊。好球！这一次是压在了线上。所以宇翔面对2名的拦网者，哇，还是找到这个中间的空档了。可惜，这个苑里这边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拦网了哈。玉胜，他的得分把握度在今天第1场比赛是发挥的相当理想，20比21啊，分数咬住。子婷过往击坠的，时间差出现，抓到，再一颗，哇！拦得死死的，21比21，哇！宇翔刚前一波是突破双人拦网，那这一波呢，则是被苑里构成了一副铜墙铁壁哦。风商这边呢，做拦网做了调整之后，博成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波的拦网上面，他的手侵略性做得非常好。那当然这一局，目前对于云来讲是比较可惜，他们其实都是在一路领先的情况之下，那到了末段被追平，压力会是比较大。现在苑里一样有3支攻击手在前排哦，接发，好修正，敢打，哇！你看到在风商这边把3号的学长博成给换上来之后他的进攻把握度真的是学长，很稳。22比21，风商领先了。守住，还是小高一翁玉胜。现在苑里这边举球员裴伦的战术可能要再做个调整，因为风商对于这个宇翔的进攻的位置防守位置都站得非常精准。哇，这个发球突然改变线路，有一点点出乎意料，所以直接拿下了分数。那现在24比21，那反倒是风商又逼出了3个局点。从原本的19比21连拿5分，哇！但是想要发的更刁钻，发生了失误了。22比24，哇！苑里场边在加油打气，秉泽发过来，快攻拦住。好，自由的举球，哇，打长了。所以博成的这一波进攻失手，苑里再化解一个局点。
国成现在还在前排哦。给玉胜，这一波拦住院里的机会，打这一球没打进，所以连续2局，风商最终都是以25比23收下，目前2比0领先的院里高中。欢迎再回到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那在第2局，对于院里来讲，很可惜啊，其实他们是一路领先，那一度也来到5分差。那在原本21比19的情况之下呢，被风商打出了一波5比0。那虽然呢后续再追了2分回来，但是最后一波的进攻比较可惜啊，发生了失误，还是拱手让出了第2局。现在我觉得院里在第2局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在发球跟接发球端都有一些零星的直接的送分哦。再来就是院里可能在这一局呢，要想办法他们的主攻手除了宇翔之外呢，秉哲或是永豪都要想办法跳出来哦。因为其实在第2局后段可以看到，他们在攻击面其实已经很好的被锁定了。那宇翔在前排其实他可能感觉达到有一点没有信心了，然后快攻手也被锁定，所以可能这一局他们在战术上面。以及在这个秉哲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想办法再多跳出来去分担一下这个主攻手他得分的一个压力？是。刚刚我们看到院里又做了时间差的一个配合。1比1。哇，力道太大。永豪发球出界，2比1，回到风商的指令。
院里这一波打了 touch out。宇翔拿下了分数，2比2。国一发球，中间时间差，也是时间差。看动作可以看到哦，风商的玉胜是躲在这个中间手的后面啊，做了一个很好的掩护。哇，这个吊球精彩！可惜了，这个球你看我，我看你，结果都没有人有动作。这个教练应该会念哦。对，在排球里面是不能看球落地的。这大忌。是。秉哲，快攻，守住。红商也有成功的拦网，再一次，啊，在界内，哇，突破双人拦网，宇翔。第3局的开局还是可以看到苑里高中在攻击上面还是非常集中在宇翔身上哦。好，不错的接发球，防守好球，还是交给宇翔。宇胜打 touch out。宇胜高一第一场看到他的表现啊，到目前为止是非常精彩的。球，又是利用队友的掩护，由宇翔进攻得分。这个球苑里高中的举球员呢，培伦在出手的时间上自己做了调整非常的有掩护性。可惜在这一局已经发2次的出界球了。苑里这边真的要注意哦，因为他们在第2局的时候也是有蛮多2至3颗的这个发球失误啊。封商机会垫高，好，伟轩上来了，好突破，再做给伟轩啊。哇，我投到分到那边去了，太远了，腰都快断了。宇璇这个拦网的手势在起跳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是沿着网子伸过去，那跟网子中间还有一点距离，球就比较容易吞进去。又是时间差，还有吗？哇，不要小心小心！好球好球，奋战精神可嘉。但是还是以安全为第一优先啊。但是我们看到年轻球员真的很拼啊！哇，这个鱼药让我想到了排球少年。对，今年的这个暑假，这个排球少年整个都在疯排球少年，太夯了。连奥运选手、奥运的排球选手也在疯排球少年。那最近刚好奥运正在进行，那排球赛也是如火如荼。是。只能打修正后排啊！宇胜今天在整个后排处理球上面到现在的得分效率并不是太好。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拼，很想拼，但是他想要拼的那一些角度，其实困难度都是相当高的。那是不是可以先
从他能够顺手的角度先来出手。那如果说今天球感好了，因为我们毕竟来到一个新的场地，那它的高度、宽度，他都必须要去适应。那我是不是先适应之后，我想要去改变比较困难的角度，我再来做尝试？也许是第一场，就从一如说的，对于场地的一个空间感还是要去抓一下。那包括灯光。包括第一场球是不是能够完全打开来，这些都需要考虑的。所以目前风商已经来到了9比6，但院里比较可惜的是在第3局尤其他们的发球机会都发生失误这也会让他们在信心上面受到一些影响。是，而且在开局9比6这样的分数，我们就可以看到院里这边就已经送了至少3分，然后就是2分的发球失误跟1分的攻击失误，那其实就是3比0在开始跟对手打。好，这次的快攻配合交给了维远，维远也是高3的学长身高182公分。裴伦，这颗球是判给院里，因为风商这边的举球员呢，现在是在后排那刚刚球比较靠网一点呢，其实他就有一个过网的嫌疑。好球！有假动作看来他已经瞄准那一个直线，瞄准了很久。对，好，我们再重播的镜头看一次，看这个假动作，用眼神来骗对手。伟轩的发球很有爆发力。哇，想要打的角度更大一点，但是很可惜，还是落在了界外。哇，秉哲想要尝试这样的斜线的小角，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起跳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个很好、很稳定的支空的状态，那去做这样的出手就会有风险。好，伟轩发球过长了。9比11，永豪。好，接得不错。当然拦网。再做一次，快攻直接压，还有封上枪 ball 交给国成。稳定的得分点。封商守得不错，院里的枪 ball 时间差，拦住，哇！这一次宇翔一样是突破双人的拦网。像我觉得这一波院里高中这边裴伦在这个战术的运用就非常好，虽然他的第一颗跟第2颗是给到秉哲，没有办法直接的得分，但是他能够有效的去破坏，然后再回来到第3波的时候再转换这个节奏给宇翔。那我觉得这就是排球当中，我不一定要1颗马上得分，但是我连续用2波、3波去破坏你的攻防的节奏，然后找到空隙可以得分。有 touch out 吗？没有。所以出界了。好，来看博成的发球，13比10，目前封商领先。
再转换到2号位。哇，单人拦网小高一翁玉胜，哇，今天的攻守两端啊，哦，让大家印象深刻。在空中的制空能力啊，非常的停留非常的久。对，而且他还有190公分呢。啊，被抓了持球啊！是因为这个球就是接的比较靠网一点哦，对于举球员来讲，要做这颗球是比较有难度的。哇，那现在风商扩大领先呐、15-10了。又是这样贴网啊！对你打了 touch out， 11-15。好，做一个掩护的进攻，玉胜被守住。封商强势ball还是交给翁玉胜，打得太长，有没有 touch？ 有，哇！所以这1分是判给了丰原高商在第3局的中段，目前暂时16-11，5分领先苑里高中。欢迎再回到丰商苑里之战啊，双方来到的第3局，目前还是由丰商啊维持领先5分差。洪玉胜的发球，哇，过往之最，他今天连8球都能够得分。这个球院里这边到底是谁要接呢？在球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用喊声哦，比如说你接还是我来，在球发出来的那一刻就要赶快去决定。那排球的节奏相当的快，你只要犹豫那0点几秒，球就过来就掉了。垫高，好，院里强势ball，快攻，好球！我们摄影师。稍微被球碰了一下，刚刚院里这边的 C 快攻呢，是到现在第3局我们第一颗看到的，而且效果也是有的。我们接下来就看看院里高中之后他们的快攻会不会持续用这个 C 快攻的点呢，能够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这个进攻啊，角度还是打太开，所以我封商这一边也很谨慎啊，也喊出了暂停。但现在双方的4分的差距，再来看刚刚这一波啊，没有 touch 啊，直接出了界外。那么撞不打他，多打几次。敲啊久诶，敲啊久，敲得安尼。我还用呢。那水冰，什么水冰？什么东西？水冰。好了，这样看得清楚。哇，妈，快打转头，转好远。
好，暂停回来，4分差的比赛。宇翔，后排。虽然这颗后排是失误，但是他这个搭配我觉得其实是成功的哦，因为刚刚在后排举起来的时候，乐理这边是没有人来做拦网的。哇，好不？是想要打一个对角线哦。对，我想要打在死角的位置，我们再看。乐理这边很明显接发球就是出了蛮大的状况。好，这一次的发球直接出界，所以分数呢又送给了乐理，14比19。庄教练，好，玉璇发过来，好，时间差的进攻，伟轩拿下了分数。平红，哇！现在风商越打越顺了。那现在在院里这边呢，在接发球不到位的状况之下，想要去做一个开网的快攻，但是又没办法直接的得分。那所以我觉得院里这边首要当然就是接发球先接好。那球如果打过去没有得分的话，一定要专心的把攻防呢做得很扎实。是，哇！现在真的有点士气上感觉院里就是比较闷，是风商就是越打越嗨，尤其是学生球队，然后正值高中这种士气上的起伏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当然对于院里来讲会比较辛苦。对，而且现在院里的选手一定不要想说我要一颗球，不要一颗球得分哦，一定要有耐心，慢慢的去跟他磨。那现在可以看到院里高中这边的选手呢，可以看他们动作都是比较急的，因为很想要得分，我很想赶快一颗就得分。那反而他越这样子想的时候，他的整个动作都会不是他原本的那样子的节奏。是，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是我把每一个环节做好，我不要想得分或失分，我把我每一个环节都去做好，做稳定。对。好，那这一球出界之后呢，目前的分数啊是来到了15比23。好，守住。哇，现在连这样的处理球啊，都是落在了界外，所以确实在第3局，院里是比较混乱的、是比较可惜，而且我们现在在里面也没有看到哦，是不是有个选手会跳出来做一个喊声的动作？对，那就是大家一个安静，2个安静，那整个6个人就沉下去了。好，这球是由院里拿下来。啊，这个出网非常明显。哇，好，对，没有问题啊。最后啊，打了 touch out 之后呢，还是由风商啊在第3局以25比16收下，最终是以3比0击败了乐理高中，也在我们今天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第1场比赛啊旗开得胜。但风商啊在去年就是
登峰造极的冠军，同时他们也获得了高中排球联赛的冠军，重返荣耀。在今年2024年的第1场比赛呢，同样也拿到了胜利啊。当然在前2局啊，跟院里也是有来有往，其实打得非常惊险。不过到了第3局之后呢，感觉风商进入状况，反倒是院里没有放开手脚，打得比较士气。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最终还是由工商以比较大的差距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当然，我们在场边也要访问叶教练来谈一谈在新学年或者是来到了登峰造极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新学年呢，去年风商重返荣耀也达成你们的目标。对于不管是在登峰造极或者是新学年，不知道教练有什么想法？因为这学期才刚开始，对，那我们今年冠军的其实都毕业居多，都毕业，没错，对，那这些都是有的是1年级跟3年级也有，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学生都在国家队里面，所以目前里面都1年级也蛮多的，跟几个3年级这样，对，那我们刚从厦门回来，有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杯赛，这样。对。那整个阵容都还在调整啊，因为新生也都还不太稳定，所以打起来就是比较稍微凌乱一点。所以前2局是不是感觉好像大家的磨合或者是状况还没有来到比较？对，因为下场的学生有3位是昨天才回来，所以只有搭配过1次而已。OK。所以整个阵容都还没有什么搭配过，所以真的还蛮乱的。对。那高一今天那个欧玉胜打得不错啊。对，他但是去厦门也打得真的打得不错，很有潜力的。对他有蛮大的期待。当然，那在厦门对到那个中国大陆的都2米多的，是，他还是1球1分哦，真的。对，打得还不错。今天其实也1球1分，而且他不管是拦网，或进攻，甚至发球，都有贡献啊。因为有练到他啦，他本来身材就还不错，然后他今年1年级嘛，刚上来，然后之前是乙组的冠军，所以打了真的有一些小地方还在调整，但是有很大的水准的成长。是的，好的，那恭喜风商在今年登峰造极第1场比赛就获胜了，那也谢谢教练接受访问。那我们稍微休息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